少说话。知道了。哎，南姑娘，南姑娘，横竖咱们都不痛快，不如一起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吧。箫管泛红，青烟缕缕。这迷迭香，怕是已然多时。可这小孔甚微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凶手怎有可能钻洞密缝点燃死香呢？百思不如一剑，索性将竹箫拔下，一焰便至。哎，且慢！包公子，包公子，我将各处翻了个遍，仍不见胡掌柜。会不会他又去血魂林了？胡掌柜于此时再度失踪，定是凶多吉少。眼下可还有他人下落不明？上官将军，这客栈供的一向是生酒，何时换为资提了？这酒是假的。我们店里从未有过这般色泽的酒啊！这壶中的酒是从何而来？都是酒窖的藏酒。但被劳请姑娘带路了。阿软，你暂守此处，以有备无患。那你们小心啊！哎，你去干嘛？我要去看看是哪门子的酒，险些把我给算计了。这边走。包公子，就是这儿了。包大哥，我感觉这里还藏着其他人。哎呀，小兄弟别怕，这么个旮旯地儿，活人哪会藏这儿啊？怕就怕藏在这儿的不是个活的。好歹你也是标新天下的女侠客，竟然也害怕死人。嘿，你个小青瓜，怎么突然间看得起我了？谁告诉你会玩镖的就是会杀人的？酒气之中，好似还有一股血腥气。媚丹峰。难道藏在这儿的正是胡掌柜？支招，把棒给我。胡掌柜，果不其然，又是封魂白骨砂，只是加之酒水浸泡，胡掌柜也是面目全非了。什么声音？
邪乎，这也太邪乎了！夫人，我还活着呢吧？我怎么心跳的厉害啊？我是不是中毒了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别吓唬我呀！你忽悠谁呢？你那是被自己给吓的，毒哪是那么好中啊？香有再燃时，人无重生日。俯仰之间，上官将军竟一语成谶。这支香焚煞的莫不是上官将军？你不妨先仔细想想，生酒清如雪，怎么会突然变成红赤色？这有何难？说句不下饭的，与酒中兑一滴血便可。孟老板说的一针见血，果然是奸商。你是说那酒水里混入了死者之血？怪不得我打眼一见就觉得这壶中物透着股血腥气。沈公子，你说这惨事怎么就落你头上了呢？原来水夫人与孟某早就想到一块去了，真是心有灵犀呀！可是那胡掌柜怎会命丧酒窖啊？江兄似乎已然断定，死者就是胡掌柜。在这无极客栈之中，除了何二兄弟与清明姑娘能在酒窖内外来去自如的，只有胡掌柜。况且自今晨起，他又频频不知所踪。半炷香前，我等才发现胡掌柜失踪良久，想不到江兄早已洞若观火。若非江兄指点，在下竟不知胡掌柜于今日这般出没无常。胞兄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胡掌柜也是因身中风魂白骨砂而亡吗？可不是嘛！而且酒缸之中还飘着一枚血红色的枫叶。我一早就撂下话了，那为鬼为欲者就是梅丹峰。若不是他，谁还有本事透过这竹箫把这鬼香点燃了呀？别说了，偏偏上官将军跟那粪坑里的石头似的。又臭又硬，不一门心思捉鬼，偏偏在我们这些清白人之间寻找凶手。孟老板说的是，指不定上官树他就是恶人穷吆喝，实则自己就是真凶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也不知此时此刻，他到底卖的什么关子啊？包大哥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溜之大吉了？坏了！怎么，上官硕不会真跑了吧？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惨了惨了，完了完了！你有话说话，驱鬼咒也不是你这么念的。嗨，上官将军非生即死，这你自个儿猜去吧。眼前更要命的呀，是这半生半死的。半生半死？这沈公子饮下血酒是效，但你忘了，那酒里还混着风魂白骨砂呢，这才是致命一击呀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师兄，师兄，哎呦，小心倒霉催的，咱又招谁惹谁了？所向上有一命，然脉象不妙，似有却会着实之事，务必即刻医治。好，走。服下这碗药，沈公子暂可保命。但既毒症诡谲，医师拿下定论。至于后续如何，只能等沈公子醒后，方能见分晓。包公子就是出手不凡啊！我打小就没闻过这么秀之欲偶的偏药，得亏沈公子昏迷着，要不然都要被您这药味给呛死。你懂什么？此乃家母之独门秘方。若非沈公子平定声波，
你想闻，还没这福气呢。是。对了，沈公子的茶具要重新洗过，法子问清明便可。好的，包公子。哎，您若是再有什么吩咐，千万别忘了我。哎，还正有一事要劳烦何兄弟。包公子，把劳烦二字去掉，有什么吩咐直接告诉我就成。胡掌柜他们的尸体还望妥善安置，等案件了结之后，好让他们入土为安。就交给我来办，您请放心，包公子。见过猴急着寻欢作乐，还没见上赶着鞍前马后的。包拯，你能耐起来还真是什么人都招啊！就是，他一矫情起来，比南天竺还风情万种呢。人家一副热心快长，瞧被你们挤兑的。阿软，南姑娘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见她一言不发，应是惊恐未定。看她平时温文盈盈的，嘴皮子比那风筝还缺德。没想到一个冷不防，自己就没辙了。你可真记仇啊！是不是还对他那句青瓜蛋子念念不忘呢？才不是！哎，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眼下沈公子正吉凶未卜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因此我们要尽快找到身怀封魂白骨杀的幕后黑手。而在胡掌柜被害前后，恰恰上官将军行迹可疑，不免有瓜田之嫌啊。此地大小只在一林之隔，小至目光所及，大至无边无际。如若凶手决意销声灭迹，亦非难事。他会不会囚渡出逃？应该不会。其实我等之猜想，未必不在凶手的意料之中。万一凶手杀意未决，说不定会反其道而行之，正藏在某处暗室屋漏，一并静待杀机。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下手呢？酒窖。既然凶手能在杀害胡掌柜之后掩人耳目的离开，若非侥幸使然，那其中定是有暗室逢灯之境。在此之前，不如我先去会会那位不甘寂寞的江公子，看看他的心中到底装着怎样一番湖中天地。我们再去看一下南姑娘。孟老板就是气派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该不会是从你家夫人那儿偷来的吧？水夫人真会说笑，我哪能那么不是个东西？美人若是喜欢，回头孟某再送你个10盒8盒的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人家缺这点东西似的。美人缺的不是这香膏，而是孟某的一片真心呐。孟大亨，孟大亨，哎，说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。这么急着色手魂语，小心你们把命搭进去！你我没有，给我进屋！看你还老实不老实？夫人，刚才干什么呢？啊！在我眼皮子底下你还敢不老实？给我过来！这色批，看你还不老实！诛残玉碎，此间再无死主声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
哎，包兄，此物去留随你，端走吧。是。包公子，包兄，请坐。不知包兄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小婿而已，江兄不必客气。哎，我原以为那只竹箫乃是客栈所出，没想到实为江兄之物。人各有事，在下则是视乐成癖，虽奏不出引山客语，但也离不开笙箫管笛。上官将军欲凭此箫护客栈，在下只能忍痛割爱了。江兄进京赶考，都不带书温习功课的吗？在下身体不好，赶路已是吃力，根本不能负重跋涉。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也该备考妥当了，不差这几日。杜大人遇害前，恰逢我等举子与其同住客栈，此案一日不破，我们便多一日嫌疑。更何况，江兄还吃了杜大人的闭门羹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一个不慎，我们谁也到不了京城。闭门羹？是啊，这看见的知道杜大人是活着进门的，那没看见的不定怎么传呢。也不知江兄此前面见杜大人，所谓何事啊？事已至此，在下不妨如实相告。我之所以被杜大人拒之门外，全因一己思念。我本来想通过贿赂杜大人，从而先行拿到考题，可是不料彼时他心烦意乱，未等我说完，便将我气急驱除。事后想想，在下仍是后怕呀。江兄当真是去行贿？唉，旁人不中，还有下次。可我身子不中用，经不起折腾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出此下策。包兄，还望你替我保密啊！唉，一念之差，堕是分。江兄，莫要入了歧途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江兄这茶真的很香啊！包兄过奖了。哎，都七残八败了，你还供得像个宝似的。哎，你到底是看上这箫了，还是瞅上那人了？我呸！这分明是断臂残章，就你这学问，还写书呢？你以为写书跟吹气儿似的？哼，不熬个10年8年的，哪能成得了真本？得了吧！等熬个10年8年，早熬成悬案了。万一凶手把我们都杀了，你这书啊，也甭写。我不稀得听你这丧气话，我找包公子去。哟，包公子，我正要找您呢。包公子，可是发现上官将军的线索了？嗨，你可真抬举我了。我是想向您取取经，咱俩这书的开头可怎么下笔好呢？哎，你不妨这么写：此生此世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完。这不和没写一样吗？暗起暗落，贵在首尾呼应，未免虎头蛇尾。不如等这案件了结之后再著此书，或许收效会更佳呢。啊，也是哈。那我就依您所言。哎，我还有一事相问。这杜大人的巴东真香茗，你在何时赠与过何人？我当然记得，除了昨晚饭前那一巡，我就再没拿出来过。
那此茶可曾经手旁人？据我所知，未曾。呀，那茶不会有毒吧？我昨夜偷摸喝了2壶半呢。哎呦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蹦子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！哎，放心吧啊，茶中无毒，你小命它还长着呢。不过这字儿啊，可得好好练练，张牙舞爪的，别再吓着谁。哎呀，人家是龙飞凤舞，自成合体。合体，成何体统？咱们得尽快找出凶手，否则怕是要耽误秋闱啊。来，看把你们吓得一激灵。这是哪来的黄胖啊？这是南妹妹给的，特别有趣。南姑娘已平复如初了。南妹妹神志已复，但仍是形容憔悴，有气无力。前些时候还不熟，现在就叫上南妹妹了。一个女友就把你给收买了，你也太好打发了吧？我岂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？就是，我们阿软怎么能是这么轻易就被收买？还是包拯了解我，他答应等到了京城之后，给我10个更有趣的黄胖，我才肯交的南妹妹的。哟，10个呢？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展昭，这屋子怎么被你贴得神神叨叨的？哎，你这不驱鬼则已，一驱鬼反而瘆得慌。这才哪到哪啊！等会儿我寻思往茅房里也贴一张，大半夜的，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呀？你干脆往脑门上贴一张，一了百了，这样也省得让大伙儿陪你走火入魔。这法子好，说什么也不能落下我们家公孙大哥，对吧？张昭，你过来，你给我站住！快跑！别跑！救命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沈公子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是要害你啊！你这个没安好心的小妖精，人家刚一睁眼，你就举着把菜刀直勾勾的盯着我看，老娘和你没完！包公子，救我！他一觉醒来，怎么变成了一副小女儿状？他不会是被鬼魅附体了吧？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！快把他给捉住了！沈兄放心，此处无人捉你。你身中奇毒，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！鬼才相信你这臭男人的话。展昭，你当这戏园子呢？你耍把式呢你？你和那小丫头肯定是一伙儿的。这小王八精，吃我一刀！哪里跑？包大哥，阿泽，你守住客栈。好。为何转眼的功夫，这2人都凭空消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动静应该是从轿中传来。走。你们就是在这里发现胡掌柜的？没错，就是这只酒桶。这
这就稀罕了。凶手若是随胡掌柜在这院内穿进穿出，总会有人察觉的呀。阿软说的是，当下沈和二人突然不见踪迹，这酒窖远非看似这般简单。没成想，那碗药救了沈寒的命，却招来他无故的疯。未必，乌鸦死前曾半人半鬼，半显半疯，可见那分魂白骨砂不仅石化人肤，而且乱其心智。阴差阳错下，沈寒因胡掌柜之死而惨遭城门余殃，幸而你救他一命。毒砂虽为食其发肤，但毒侵入脑，故而使他记忆错乱，半雌半雄，就怕他会浮生若茶，长醉不醒。说起茶，我笃定江玉湖与杜大人关系非常。那壶巴东真香茗乃是茶中极品，依展昭和江玉湖所言，他并不像是杜大人受贿所得，但两人竟然会共有此妙，实在巧合。而且第三支迷迭香燃得稀奇，如此一来，江玉湖的那只枭，更是疑云重重。你是说，江玉湖事先在枭上做了手脚？这么说，上官将军就不是义兄了？一切尚是猜测，你倒把他撇得利索。那客栈里的晃皮匠又岂止这二人？那还有谁呢？孟达亨呗。孟达亨扯了什么谎？我是说你独善其身呢，还是朽木疙瘩呢？孟达亨自称是做胭脂水粉生意，可他连香膏和胭脂都分不清楚。好在看南妹妹是被我发现了。你们听，像是谁的脚步声。此处并未有旁人，能是谁在走动？难道是女鬼作祟？包大哥，好像是和儿的叫声。声音多半来源于地下。沈寒定已追往至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入口。怪了，统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入口能藏在哪儿呢？这里除了酒缸就是酒桶，总不至于藏在酒里吧？酒里？怎么漆黑一片，什么酒都没有？你再仔细看看。此缸无底，通往地下，入口就在这缸中。貌似空洞无物，实则别有洞天，鬼在。是不是别有洞天？我们一去便知。咱们赶紧下去吧。走。他们二人刚刚因是打此经过，故而暴露足印。越是无声无息，越是大事不妙，定要小心为上。你们说和儿不会被沈寒劈成两半了吧？你们看，沈寒，沈公子，何二，怎么是你啊？
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朗朗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少年郎。